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年9月24日，咱们频道报道了柏林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讲述的是东德女编辑在中国短短10天时间，她的世界观就被动摇了。她说呀，她看到的是一个与西方主流媒体完全不同的中国。中国高铁时速高达400公里，甚至在中国连乞丐都不用现金，而用二维码收款，差点惊掉她的下巴。他也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以及中国取得的成就赞赏有加。总之，他在德国新闻界算是个异类，我都怀疑他能否生存下去，是否会被打压，被扣亲共的帽子。这是由德国柏林日报编辑特卡莱茨女士本人亲自撰写的长篇政论性质的游记。估计她最近到了中国的青岛及北京。在文章中说，在中国的10天让他的世界观动摇了。他是东德人，在原东德社会主义国家长大及求学，可能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像西德人有那么多负面情绪，甚至抵触情绪。一骑绝尘的赶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运作。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国家，从德国来的人很快就会意识到中国的赶超进程已经取得了多大的进展。因此是时候更好地了解这个系统性对手了。理解中国进步的关键在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这种现象不能用资本主义加共产主义专政的简单公式来解释。在中国的10天，我的世界观动摇了。纵观德国政治和主流媒体，德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待了10天之后，预演过的世界观发生了动摇。现代化和自信，以及人们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这些印象太强烈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其新获得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在对待西方国家的行为上表现出极大的自信。从现在起，人们真的可以平视交谈了。那是怎样的在中国的10天啊？总的来说，受访者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集体比个人更重要，愿意将集体社区作为优先选项，这无疑是与西方观点的本质区别。在东德，缺乏旅行自由是公民不满的原因之一。中国人没有这个问题，只要不是领导干部，只要出得起钱，就可以私自出国旅游。在这里，信息像黄河一样奔流不息，人手一部手机，许多人有2部。现金，现在没有人用现金了，连乞丐也不用。现金已从日常生活中消失，都是用手机支付。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是长线思维，因此描述中国政府社会战略的公式，至少可以根据列宁扩展如下：孔子和马克思加上资本主义，再加上整个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和数字化，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崛起为世界第1强国。只有美国还能与之匹敌。只要中国领导能向绝大多数中国人兑现进步和繁荣的承诺，从而确保其权利不受限制，这就能成功。中国创纪录的速度，在黄海之滨的1000万人口都市青岛，4列高速列车正整装待发，准备开往北京。第2代列车的名称可译为复兴。这些高速奔跑的列车时速超过400公里。站台上光洁的地板上没有一丝污迹，没有一粒碎屑，没有一个烟头，没有一块吃过的口香糖，没有任何东西能扰乱这份纯净。昨天，德国柏林日报又刊登了一篇关于习拜会的评论。这样一家德国媒体敢于逆流而上，让我刮目相看。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篇评论文章。远离中国，对后起之秀中国的恐惧正在伤害德国，全球权力机构正在重新洗牌，唱衰中国和对中国说3道4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是一篇对习近平与拜登会晤的评论。配图说明，加州荆棘园还是太平洋田园。乔拜登和习近平在伍德赛德庄园散步时，愉快地讨论了世界局势。之后，拜登辱骂客人是独裁者。世界上最有权势的2个人之间的对话，以及他们的对话方式至关重要。最近更是如此。
因为西方世界对展翅高飞的中国的恐惧正在蔓延，政治人物和媒体为逃避现实而都采用唱衰更强大的竞争对手的方法。令人惊讶的是，德国人给人们制造中国正在走下坡路、增长停滞的印象。是的，中国今年的增长停滞不前，仅增长了不到 5%。另一方面，德国实际上正在萎缩。美国的增长率略高于 2%。让成功者痛苦是一种古老的敷衍方法，从长远来看，它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归根结底，它暴露了我们的不足。中国人对我们的了解远远多于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这对德国有害无益。应该在新的有序的制度竞争中立即改变。那么，在充满全球紧张局势、新战争的地缘政治权力转移的1年之后，现年70岁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与现年81岁的美国总统拜登的首次会晤中传递了什么信息呢？他说了一些令人欣慰的耳熟能详的话。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他和拜登对两国人民、世界和历史都负有重大责任。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国，这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象征着对稳定与和平共处的渴望。卡尔马克思因素和更好的前景，德国不应浪费良机。在许多方面，中国比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两者谁更强大？可是这样提问是错的，正确的提问应该是两者谁的前景更好？这是一个关于帝国未来兴衰的问题。在美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政治体制，共和党和民主党严重分裂，相互阻挠。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中，极端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很有可能把温和派的拜登拉下台。这个国家正在遭受文化危机，去年有7万人死于毒品，仅2022年就有20315人成了枪下鬼，这还不包括自杀。教育和医疗体系极度不公。中国从饥饿者到高科技先锋的崛起，令人眼花缭乱。中国以党为领导的中央集权社会模式与自由民主国家的模式并不一致，但只要繁荣和进步的承诺能让大多数人信服，中国的制度就会持续下去。拜登在会晤后立即称习近平为独裁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家伙正在管理一个政府形式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共产主义国家。这种逻辑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拜登的这种逻辑已经过时了。美国媒体在猜测拜登是否又一次判断失误。配图说明，示威者在亚太经合组织阿佩克峰会期间焚烧中国国旗，他们在横幅上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就像乔拜登所做的那样。是的，中国目前正经历经济衰退，但这只是与前几年超过 8% 的爆炸性增长相比。在德国，1873年建国，紧随其后的是建国之初的崩溃，全速崩溃，随后复苏。中国正在为此做准备，凭借强大的创新实力，华为向市场推出了世界上最好的手机。中国在制造价廉物美的电动汽车和动力强劲、价格低廉的风力发电设备，而西门子能源公司却因为劣质昂贵的风力产品而不得不祈求国家援助。在今年9月的一次中国之行中，中国人民给了我一种坚定的信心，这与德国以及整个欧盟完全不同。在德国，社会的一部分人因恐惧而颤抖，因而高呼保护主义、关税壁垒、孤立主义，以保护自己的后院。中国在乌克兰和中东热点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令人困扰，但这是合理和可预见的。保持这种冲突的热度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样他的主要对手美国的力量和注意力就会被束缚在那里。然而，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既不谴责哈马斯，也不抵制普京，这并不是对哈马斯或普京表示同情。中国不实施基于道德的外交政策。中国人希望与德国合作，对德国的好感在此也起了作用。德国太小，不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
他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可以提供很多中国认为有趣和有用的东西。最后还有卡尔马克思的因素，中国人非常尊敬古代人物孔子等重要导师。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为中国社会的组织提供了思维模式，他们对马克思的这种崇敬令人震惊。远离中国将错失良机，把矛头指向中国是最愚蠢的做法。中国对西方的说教和青春期的无所不知反应过敏，但这是有道理的。好，朋友们，这篇评论文章就到这里，而且没有读者评论，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请大家踊跃发言，谢谢大家。